1、2、吃人的流沙墓，为何千年无人敢盗？從戰國挖到現在，被盜墓賊偷挖了17次，都無一次成功。挖了2000多年，可以說害死了無數人。上百條人命的墓中，到底隱藏着什麼秘密？當專家真正打開墓葬時，竟然發現墓中棺椁中竟埋着一條狗。那麼設計流沙墓的人到底是何用心？難道說只是讓盜墓者去給狗陪葬嗎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在狗的上方還有一位女孩屍骨。詭異的是，女孩並不是正常下葬，而是吊在天花板上豎着埋的。是人不如狗，還是另有隱情？2005年，在河南上蔡縣郭莊村，村民發現一座防盜等級堪稱銅牆鐵壁的戰國古墓。古墓內驚現17個不同時期、不同年代，用不同方式盜挖過，但打開古墓時，卻發現古墓內的陪葬品竟依然保存完好，一件陪葬品未丟。而這座古墓就是號稱楚國流沙墓。古墓在2006年被世界公認為最兇流沙墓。2004年春節前夕，上蔡縣郭莊村村民半夜睡覺，總是被田地裡的爆炸聲驚醒，於是不得已給警方打去了電話。經過偵查發現，原來是一夥盜墓賊盯上了附近的古墓，所以時常在半夜才出現爆破古墓的聲音。經過考古專家進一步勘探，發現山崗上田埂附近有一個深深的盜洞。為了古墓安全，專家立馬對古墓實施搶救性開挖。沒挖多久，就發現附近不但有現代人盜洞，還有2000年前戰國時期的盜洞。這下令考古專家也十分沮喪。難道這就是三國時期曹操的摸金校尉所挖的深坑？大家都知道，曹操乃是盜墓界的祖師爺，在三國時期，只要被曹操盯上的古墓就沒有幸免過。所以在專家看來，這座古墓應該是一副名副其實的空墓，就算墓中有巨額珍寶，都應該被摸金校尉洗劫一空。但是隨着考古專家的進一步開挖，令人吃驚的一幕出現了。這座古墓裡面不但沒有挖出古代文物，卻挖出了近100具屍骨。可以說，這些屍骨死法並不像是被人安葬在墓內，而是死法各不相同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屍骨的新舊程度還不一樣。可以說，死亡者都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。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三國時期，而最近的也是在現代。為什麼要說是不同時代呢？因為古墓內部出現了礦泉水瓶子，這明顯就是現代人的產物。然而古墓內還出現了三國時期的漢磚，從而考古專家認定這些個屍骨並不是墓主人，而是前來盜墓的盜墓賊。那為什麼這些盜墓賊都沒盜墓成功，而全部有來無回的死在墓中？這個墓葬到底有什麼機關，可以讓盜墓賊有來無回？隨着郭莊古墓會吃人的消息一出，就引發世界譁然，大家都十分好奇，古墓是如何將上百名盜墓賊殺死的。面對上百名盜墓賊的屍骨，專家也十分畏懼。為了安全起見，考古隊並不敢徒手挖掘古墓，而是叫來大型機械設備，將古墓上的封土清理出來後，就驚訝地發現，這座古墓真是不簡單。原本墓葬都是由泥土和米漿調製而成，但郭莊的古墓卻是由細沙和石塊回填。這不僅給考古隊制造了麻煩，也給挖掘進度帶來不可想象的困難。雖說要不停挖坑運沙，還要擔心上面流沙石塊滾落砸傷的危險，這也就可想而知，古人在沒有現代化機械設備的情況下，是如何保障安全。上面的細沙石塊就像一張張吃人的嘴，不停地吞噬每一次前來盜墓的盜墓賊。盜墓賊一旦被細沙和石塊捆綁，那就像被繩子束縛了手腳，根本不能動彈，只能眼睜睜看着被細沙吞噬窒息，直到被淹沒在沙石中。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？經過現場日夜不停的挖掘，一共在古墓內挖出3000立方的細沙，還有上萬斤的石塊。這些石塊並不是天然形成的，而是由專人打磨而成，每一塊都鋒利無比，大的有達到上百公斤，小的也有4-5公斤。可以說，設計這樣的墓葬，就是讓後人無法進入，只要你敢來，就讓你有去無回。看到這裡，你是不是要為古人的智慧驚嘆呢？而墓主人在地下也似乎在冷笑，瞧瞧，我的墓也是想挖就能挖的，乖乖拿命來。
随着现代化工程机械的忙碌，在挖到20米深的地方，考古人员似乎看到了奠基石，這也證明古墓即將被開啟。然而，在20米深的土方中，一共發掘出80多副屍骨，可以說這樣的古墓在當今世界也是少之又少。就算是秦皇陵和武則天墓，也不能與之媲美。說什麼中國4大古墓，一個不敢挖，一個挖不動，一個挖不到，一個在海裡，就算挖到了也出不來，這才是最為神奇的地方。那郭莊這座古墓到底有多凶險？可以說古墓出土的時候，不僅出土100具屍骨，還挖出上百斤的螻蛄，這也不得不驚嘆墓主人是多麼用心良苦。在墓主人棺椁上方還存放了2具迷惑人的小棺材，就算墓主人深埋地下20米還需要移冢，難道墓主人生前有很多仇家？就像安徽包拯墓一樣，據說包拯在下葬的那天，從府中抬出20多口棺木，從4面8方不同下葬，孰真孰假不得而知。仇家想要掘祖墳也是無从下手，直到最後也無法找出真相。隨着考古人員進一步開棺，發現2具小棺內，一副裝有年輕女子，一副裝有狗，而墓主人的棺椁內也只有一點點破碎的骨頭。經過專家鑑定，墓主人可能是戰國時期一位高官，而狗則是當地習俗。至於女子，可能是墓主人妻室。雖說郭莊流沙墓被盜無數次，但防盜係數也是世界之最，裡面文物完好保存，出土文物上千件。好了，你對郭莊流沙墓有什麼看法呢？